媳妇去调解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婚姻矛盾去了，那婚姻矛盾让他调的，立马就离了。前2天我跟大胖媳妇一起出席了一个在澳达学校这边的家长活动，这次我俩去吧，有个重要任务，就是出席的这群家长里边吧，有一个妈妈，她呢全职带孩子，然后她家孩子呢报了一个舞蹈班，教的特别好，但这舞蹈班离哪都非常远，我跟大胖媳妇都没有时间接送，但在澳达非常想去。然后我就听说呢，你如果哪个家长跟这位美国妈妈关系比较好，他就可以顺手接送一下你家孩子，在澳达这个课不就上成了吗？我就跟大胖媳妇说，老外的事儿你搞定，你去跟他唠唠嗑，聊聊天。你看他今天这个状态看起来非常低落，你问问他咋的了。大胖媳妇就去了，我就离大概3米搁这听着。他问人家，嗨，最近怎么样？那个凯特说，不是很好，我和我丈夫准备离婚了，我可能要带着孩子回美国了。大胖媳妇过来跟我说，完了，不可能接送了，要回美国。我说先别气馁，也有可能人凯特就正在气头上，你先问问咋回事，如果不严重能劝的你就劝一劝。大胖媳妇又过去了，问凯特，因为啥呀？凯特说，你也知道我老公是个中国人，我们在生活中就是文化差异太大了。比如说我老公每一天都只想吃火锅，别的他都不爱吃。你能理解一个人每天都想吃火锅吗？大胖媳妇说，能啊。凯特说，是每一天啊，今天重庆红油锅，明天酸菜白肉锅，后天贵州酸汤锅。大胖媳妇说，你说话你就好好说话，你别缠我。凯特说，我哪个锅都吃不惯，我也不喜欢吃那个蘸料，在这段婚姻里从来就没有人在乎，我根本不喜欢麻酱。大胖媳妇说，那油碟呢？油碟呢？第2天孩子放学，大胖媳妇去校车点接孩子的时候又去找人家去了。见着人凯特第一句话，如果麻酱和油碟你都不喜欢，还有干碟，这玩意儿才好吃呢。我现在随时都带着，随时都带着。大胖媳妇跟凯特聊了能有1个小时，回来了。我说咋样的唠的？她能重新给她老公一次机会不？大胖媳妇说，哎呀妈呀，我忘了她要离婚的事儿了。她能不能再给她老公一次机会我不知道，但是她答应我一定会再给火锅一次机会。听完我就批评大胖媳妇儿，我说人家纠结的不是火锅，是伴侣是否关心他。举个例子，换季皮肤容易敏感，你就送优色林舒缓霜，我敏肌的姐妹人手一支，质地清爽，涂上以后舒服多了。短期速修敏感，长期维稳屏障。晚上我叫凯特来我家吃饭，我寻思我也安慰她一下。大胖媳妇趁我俩聊天的10分钟，居然做出了一个外国人火锅入门教程 PPT， 还挺正经。上来先讲一下起源，在网页上直接复制的，起源在西汉。结果我自己不知道西汉啥意思，还得问张大铁。喂，对火锅，西汉什么意思？西汉就是喜欢，你先我是汉铁。第2步是判断题，纠正了外国人经常误以为火锅的那些食品。冒菜 is it hot pot？ 耳仔，關東煮 is it hot pot？ 耳仔。No, they are not hot pot. 第3步是练一练，连线题，连什么火锅配什么蘸料最好吃啊？北京长阳麻酱，白西牛肉油碟。大胖媳妇指出，这个环节的薄弱是凯特不喜欢火锅的根本原因。凯特看完 PPT， 语重心长的跟我说，你老公是不是有病？我说你先别管他做这 PPT 就是想表达一切差异都是可以适度调和的。你说实话，现在的你还想离吗？凯特说，我说实话，看完这 PPT， 我觉得我也许不该离，你应该离。你说对了吗？哎，你们永远不要低估一个胖子的颜值。你看他现在肯定是不行的。有人说嘛，有一种虾系男友去头可食，他是海螺系男友，想食他得先宰肚子，食他需掐头再去尾。但实话实说，他以前的颜值咱说嘿我够用还带拐弯。以前呢也是招蜂引蝶，就刚才骑马照片那个岁月，女朋友不断，而且净招姐姐，人走的是纯欲风，就好生惹人怜爱的那种感觉。但都是咋黄的呢？就都是让我婆婆给要走的嘛。就我婆婆老管人女生要钱，她一带女朋友回家，人女生喝口奶，我婆婆管人要钱；人女生吃个披萨，我婆婆管人要钱。后来有一个差点成了，咋回事呢？那女生厌食症外加强迫症，来了一顿擦地消毒，就是不吃饭。哎呦，我婆婆好生喜爱呀。这个好这段你写了可以留下，将来还不会在短视频里说我。等后来遇着我的时候呢，就颜值已经开始就力不从心了。我就发现她的头发呢越来越少，我就有点担心。她说没事儿，这肯定就是我发量的下限了，不会再掉了。因为啥呢？头发这玩意儿它是基因遗传。你看我爸是头发有点稀，但是没事儿，他不是我亲爸。我亲爸的照片我看过，那头发长得跟胶分子似的，龇牙咧嘴的长的。放心，我随那个吧，我随那个吧。我就信了嘛。若干年后的一天，我婆婆突然给我老公发张照片说，你亲爸消失这么多年，现在想重逢，发来了一张近照。我一看完了，BBQ 了，还不如他后爸呢。锃亮的脑瓜子，啥也没有，锃亮。我说你最近要考科2，你都别看他，你看他你都打滑，你坡路都不能骑车。古代看亲生父子2滴血能分离后再相逢，尹家看亲生父子俩脑袋能折射出太阳能。所以这一年我发现他的颜值啊，紧紧绑定在他的头发上。所以你看婚礼的时候，我斥巨资给他整的一人妆发呀，就那濒危的25根头发，整整吹了40分钟。你说他这一头小卷毛长的啊，就既内卷又躺平，你说气人吗？为了婚礼，人2月没剪头发，就为了吹出一种氛围感那种感觉，是不是当时还挺有用的？直到那一秒，我们这不挨桌敬酒吗？我们有一桌朋友就喝多了，开心了，咔嚓一瓶香槟直接喷他脑袋上，那个画面你能想象吗？啫喱后的脑袋一被喷，
天蓬元帅弼马温，人这头发一趴下，整个人都变了。我们敬第一圈酒的时候，别人说，哎，你说彩咱对象找的年轻带劲呢。等我们第二圈敬酒的时候，哎妈，还是刚才那人吗？哎，都说外国人老得快，咋这么快呢？咋这么快呢？我呢，为了拯救一下大胖媳妇的氛围感，决定吸取一下当年婚礼的先进经验，从头开始，就用这款 Kono 轻盈控油洗发水，泡沫嘎嘎多，洗起来又清爽又舒服。一般控油的洗发水肯定洗完会干，但他家添加了护肤级的保湿成分，洗完一点不干涩，顺滑轻盈有光泽呀。最重要的是蓬松效果好，头发根根分明。就他这种底子的，都把发量显得贼多，他都能洗成这样，你说这个 Kono 小 K 瓶是有多蓬？我的海螺系男友直接从弼马温洗回了天蓬元帅，我觉得他后爸也可以整一个。混血孩子到底咋上国籍？这事儿老有人问我，今天跟你们唠一下。父母不一样国籍的孩子，在18岁之前可以暂领父母双边的国籍，等18岁成人的时候再做出选择。你选择了这边，另一边就立马作废。所以理论上啊是两边都行，但实际上我家张大铁呢却一个都没有，当了2年黑户。因为啥呢？孩子出生在中国不得上户口吗？我也不知道当时谁跟我说的，说上户口啊需要父母双方都在。而孩子出生时候呢，我老公身在加拿大回不来，中国这儿的户口就没办。但是身在加拿大的大胖媳妇呢是个急性的，拿着他儿子的照片就去了加拿大落户的相关部门，到那跟人说我呀有个儿子，你呢给他上个身份。人家说你儿子呢？他说在中国呢。人说那啥时候离开的加拿大呢？他说他也没来过呀，没来过呀。人说那怎么证明照片上的孩子是你儿子呢？大胖媳妇又拿出一张照片，你看照片上这人，他是我媳妇儿，她当时走的时候啊是怀着孕走的，现在生出来的这个呢，应该就是当时怀的那个，就是当时怀的那个。人家以为这人有病呢，就没给办。所以到今天之前的张大铁呢，既没中国身份，也没加拿大身份。但是现在他爸回来了，我得给他上户口，我得先去给他补办这个出生证明。我到了医院，我说你调一下这个张大铁的资料档案。人医院一查，说查无此人。咋回事呢？拿铁2年前出生的时候吧，因为他出生的比预产期早太多了，我没准备好。生出来医生就说你孩子叫啥？我得赶紧录入系统。我说要不然医生您就随便写个代号吧，医生就写了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写的代号是啥，所以系统也找不着。最后我跟人医生说的，他出生的几时几分，病房号是啥，费尽周折在医院档案里找到了这个人，代号张彩玲之子，张彩玲之子，还有个备注，生母说先随便写个代号，然后当时还有10分钟就下班了，工作人员就说你赶紧的，你要开着出生证明，出生证明上的名就是户口名。我一着急，我说改，叫拿铁。工作人员说啥拿铁呀？我说张拿铁，啪。然后今天我拿着孩子的出生证明，孩子他爸，还有哄张拿铁的妙可蓝多奶酪棒，顶着30几度的烈日，前往了铁岭市红旗街道的户籍科。俺家大胖媳妇那真是容光焕发，就行使父亲的责任，丈夫的义务，自认为自己非常重要。结果到那儿发现根本不需要他，人工作人员喊了一声结婚证，他噌家一下站起来就过去了。人家说拿回去，闹半天不用他来，积极准备全都白费。办户口的全过程就用他2件事：一，拿铁水洒了，他拿着公安系统的拖布给人拖了一遍地；二，等的时候又热又饿，大胖媳妇打开他隔热的恒温袋，里边是一把给户主冻的奶酪棒子。俺一家就开始边等边吃。真的，爸爸妈妈们，这妙可蓝多奶酪棒，哎，冷冻过之后，它凉但不拔牙，它奶但奶的恰到好处，这一冻简直是冰淇淋的口感。办个户口吃了半斤，我还得再囤点。办完，大胖媳妇抱着儿子回到了家，非常开心，说儿子终于有身份了，假期的时候可以带着他回到他的祖籍加拿大游玩一下。我说你等一下，你细品啊，张大铁现在民族汉族，籍贯铁岭，现在所有的身份方方面面的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所以这个汉族男子张大铁啊，他不光不会说英语，他还没有加拿大身份，他不光没出过国，他还出不了国。回到我奶家，老太太挺愁，问我那挺好的孩子真叫咖啡呀？我怕老太太上火，我说不是，叫那个张举纲。我奶说啊，那还行，我寻思你们2口疯了呢。大胖媳妇很困惑，自己查词典说举纲和拿铁不是一个意思，都是实体金属。那你把拿铁改成举纲，那不白举纲，那不白举纲。齐飞，哎呀，不可乐，咖啡。